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正在和你的另一半聊短信，在你们的恋情发展过程中，你注意到了一些有毒和虐待的迹象，最后，在经历了很多内心挣扎之后，你决定结束这段恋情。你知道他们有多好斗，所以你选择用发短信来告诉他们分手。深呼吸，稍后发送短信，你为即将到来的争吵做好了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你措手不及。你收到的不是责备和羞辱，而是短信回复说，如果你分手，你的伴侣会自杀。他们还说，他们可能会带着别人一起去天堂。你顿时僵住，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是认真的吗？他们真的会自杀或杀害其他人吗？还是他们只是说说而已的？或者这是真的吗？每个人一生中都至少会遇到一次被操纵的经历。上面的例子展示了在这种情况下，用恐惧和可能的夸张来让别人做他们想做的事。这次是不离开这段恋情，并非所有类型的操纵都是一样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用一种形式操纵。操纵可以是微妙的，也可以是攻击性的和身体上的。人们试图操纵他人的原因有很多，无论是出于嫉妒、恐惧，还是糟糕的沟通技巧等等，人们操纵他人的方式也有很多。这支影片就来说说10种最常见的方式。现在就一起来看看人们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进行操纵的10种方法吧。1. 被动攻击。被动攻击是人们表达愤怒而没有使用暴力的一种方式，但被动攻击也可以作为一种操纵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它会被用来反唇相讥，让受害者感到内疚，或者觉得施虐者随时都可能爆发，让受害者感到困惑。被动攻击操纵的极端是威胁要伤害自己，就像上面的那个例子一样，他们可能会威胁要伤害或杀掉自己或者其他人，以在你这里得到某种反应。这个策略就是给你个教训，告诉你我会用伤害自己来伤害你。好男人计划上的一篇文章这么说，他在吸引你的同情，目的是让你感到内疚。这是一出吸引注意力的戏码，目的是为了获得控制权。同样，按照好男人计划的说法，除了威胁、被动攻击之外，心理操纵、拒绝沟通和讽刺也可能随之而来。2. 转移目标。转移目标是指一个人设定了一个目标，比如我们会在对方改变主意的时候这样做，然后结束这段恋情，最终增加更多或不同的要求来达到某个目标。这些要求通常满足了施虐者，而对受害者没有任何好处。通过转移目标，操纵者使受害者在受到威胁的同时也处于控制之下。好治疗提供了一个例子，比如一个霸凌者可能会借助他们同事的衣服为借口，对他们进行骚扰。如果有人换了衣服，霸凌者可能会说，除非他们改变发型、口音或其他杂七杂八的特征，否则就不值得专业人士尊重。3. 操纵的事实。当施虐者试图操纵事实时，他们会改变或寻找有利于他们的统计数据。操纵者会主动找借口责备你，或者有技巧地分享关于他们的事实，并且隐瞒其他真相。美国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如是说，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觉得他们获得的权利超越你之上，获得了智力上的优势。信息越可信，其他人就越不可能去核实，这让操纵者觉得他们在心理和精神上比受害者更有某种优势。4. 残忍的幽默。使用残忍的幽默，比如用笑话来侮辱或贬低别人，并借口这只是一个笑话。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受害者在情感和精神上崩溃，但它也能让其他人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受害者。如果使用残酷的幽默，通常是在同一群人面前，操纵者使用这种有毒的东西，是为了抓住受害者的弱点，让受害者感到不安全。美国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提到，在操纵者这边，通过让你看起来很糟糕，他们有了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5. 夸张和泛化。模糊性通常是很难面对或争论的，这就是操纵者如此喜欢概括事物的原因。根据罗斯 ·E· 柯林斯的说法，概括和夸张可以增强光晕效应。光晕效应是一种可以通过人们说话的方式
来描绘出好观点的情况，而不是消极的观点。这也让大家很难发现施虐者争论中的漏洞，确实没有什么具体或明显的东西可以让受害者抓住把柄并扔回施虐者。尽管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些不对劲，但这会让他们感到困惑，并试图分析究竟发生了什么。6. 说谎。如果他们不使用夸张或泛化，施虐者将用谎言来试图让你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当他们被识破时，他们会继续在谎言上撒谎，尽可能地保持幻觉。谎言是有操纵欲的人用来继续隐秘生活的主要工具。表现形式可以很简单，比如我上班迟到是因为我睡过头了，也可以很复杂，比如我被解雇是因为老板觉得我的知识水平比他高而感到威胁。塞多纳红山，一个帮助年轻人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诊所这样说，当说谎被用作主要工具时，它就变成了一个欺骗的循环，不仅使说谎者陷入困境，也使说谎者周围的人陷入困境。陷入这种行为的人会成为撒谎和欺骗的专家，以追求破坏性的生活方式。红山继续说，糟糕的决定和选择占据了驾驶位，这个人开始觉得自己像一个对旅程几乎没有控制的乘客。为了打破欺骗的循环，首先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寻求帮助是很重要的。7. 不安全感。利用别人的不安全感肯定会让他们失望，而与此同时，让他们认为事情都不是真的。操纵者就利用这些不安全感或脆弱之处来获得快乐。或者操纵者需要那种控制你或凌驾于你之上的感觉，他们可能会取笑你，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或者在其他事情上消极攻击，直到你崩溃掉，而且确信自己真的一文不值。8. 恐惧。一般来说，当人们面对恐惧时，他们可能会逃跑、躲藏或僵住，类似于人们对危险情况的反应。虐待者只会找一件事，当他们利用你的恐惧来对付你时，他们想让你待在原地，被冻结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为了制造这种恐惧，他们可能会使用心理和情感上的小伎俩，以及身体上的恐吓，甚至威胁你所爱的人，或者威胁你暴露一些你不想暴露的信息。还记得我们开头的故事吗？你的另一半威胁说，如果你离开他们，他们就会自杀或杀害其他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威胁也可以包括陌生人，因为这种小伎俩是用来引起你对不认识的人的同情和尊重。9. 冷战。冷战是另一种操纵策略，施虐者会试图通过拒绝与对方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和沟通，来让对方屈服于他们的要求，让对方对施虐者说做错的事情感到内疚和羞耻，而更有可能是人家实际上事情是做对了的，但这威胁到了施虐者的控制感。按照好治疗杂志的说法，冷战也被用来惩罚或使受害者感到恐惧，因为沉默的对待也有可能会成为心理操纵。10. 招募其他人来帮忙。好治疗给出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施虐的父母要求家庭成员提醒孩子，父母为孩子牺牲了多少。当然，这不仅仅发生在亲子关系中，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恋人之间，或者一方向他们共同的朋友甚至家人寻求支持。他们说了一些他们知道会让你失望的话。它也可以发生在所谓的朋友或同事之间。值得庆幸的是，其他被招募的人并不总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可能只是基于自己的看法而同意，而不一定是施虐者和受害者之间发生的虐待，因为有可能被招募的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社会压力可能会说服孩子或个人停止抱怨虐待行为，完成良好的治疗。请记住，一个操纵者，比如施虐者，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结合这些以及其他这里没有提到的策略，这也取决于当时所处的环境。如果有小伙伴认为自己被操纵了，我们建议去找专业人士或值得信赖的第三方求助。我们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大家有所涉猎，并开始认识操纵手段。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以及你是如何克服自己的操纵的。关注我们的频道，了解更多关于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的趣闻轶事。
感谢观看。